而竟是金管家为了治自己的病，设局做了这一切，最终因为博兰人头治不好他的树人症，心中绝望，才选择自尽。我看也并非如此吧。骑兵指挥使，没有找到博兰人头。哼，这没找到也就对了呀。李兄，这是何意？梁兄，你可密人去金满堂的房间查一下，看看是否少了什么日用之物。是。兵指挥使，副使，旁的东西没少，只是卑职记忆中少了一个这样大小的花盆。花盆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但那花盆，卑职之前搜查过，里面并未藏有东西。这花盆里没有东西，那就代表了这博兰人头就是这个花盆。什么？这花盆可比这盒子大多了，怎么可能装得进去？谁告诉你这个盒子装的一定就是博兰人头？我们当中又有谁见过博兰人头了？这竟然大家都没有见过，又怎会知道装它的盒子是什么模样？金满堂竟然用假的东西将董明骗进了密室，那就说明他把真的博兰人头早都已经藏好了。我们第一次进密室的时候呢，金管家就故意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引导，他把空的盒子打开，告诉我们博兰人头不见了。博兰人头，博兰人头不见了！之后，大家满山庄的去找，能装得进这个盒子的人头，而真正的博兰人头，就是这个花盆啊。只怕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个花盆了呀！你这又是何意？先说说这个金长宝吧。这金长宝算计金满堂不假，但他并非是有胆杀人，否则呢，他怎么会在元宝山庄这么多年了，却偏偏要等到现在下手？因为啊，他不是自尽。上吊自缢，锁痕只交至左右耳后，呈深紫色。而且他的锁痕之间呢，还有一道浅白。死之前应该是握着双拳，他为何双手是伸展开呢？这根横梁上只有一根绳子的痕迹。如果人真的是自杀的，会因为痛苦而有所挣扎，在这梁上留下多处挠动的痕迹，而并非只有一根明晰的雕痕。所以，这金长宝是被挪尸、伪造成上吊自杀的样子。敢问公羊老前辈，可了解枯蛇兰的毒性啊？这一道毒箭浅伤，还不足以让一个内力深厚的人完全失去意识而昏过去。公羊前辈，你身为名医，你是故意知道了不说，还是另有其他的图谋啊？你这是何意？想污蔑老夫吗？还嘴硬。镇中呢，最大的药铺就是济世堂了。金长宝会给金满堂去抓药，但是最近这2年，他每次都抓2副药，说明他最近这2年才开始犯病。因为担心被金满堂发现身份，于是呢，他狠心将自己的皮肤挖去，才未曾露出端倪。但他始终被病痛折磨，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就在这个时候，董明来找金满堂要博兰人头。他发现金满堂将董明关进了密室，企图饿死董明。快点！
别给我耍花样啊！哎呀，我都说了把它给你，你还想干什么呀？波兰人头呢？我就放那儿了，就在那儿。想跑？金满堂，放我出去！金满堂！这个时候，有人教了他一个借刀杀人的主意。金长宝确如计划的那样，成功的解决了金满堂和董玲，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，拿走了金满堂藏在自己房间里的博兰人头。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此人就是你吧？公羊无门。